翁元吾在一家食品公司任职，负责协调海内外各地法务条规的事务，工作表现向来不错。直到2019年升任区域主管，原本胜任有余的他，发现自己穷于应付。当职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公司的要求还有工作的要求已经开始越来越大了，然后这些应对的小技巧呢，就开始不太通用了。原来元吾自小在学习上，对于感兴趣的事物总会学得很好，但热忱一般无法持久。如果没兴趣，他就会不自觉地拖延，工作记忆也比常人薄弱。比如说我在读一个课文，一段文字，我能够读第一句，在我看着第二句的时候第一句就已经忘了，造成我需要可能反复的去读。53岁的李月湖是亲友眼中的八爪鱼，她既是人妻也是人母，拥有新闻学、法律与工商管理等多达4个学士或硕士学位，曾涉足医疗护理和科技等专业领域，还是业余马拉松健将。但她和元吾一样，在磕磕碰碰中成长，容易分心，做事只有3分钟热度。I was pretty inconsistent in school. I would do well enough in the national exams to, get to the top class after that. But after that, it'll be a steady drop to the second class. And then I'll be struggling not to drop to the even lower class. 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会忘了时间。I don't really have a concept of time. I can get so engrossed in something that before I know it, a few hours have passed. 感觉上好像做了20分钟，但是其实可能2个小时已经过了。这些其实都是过动症的表现，其中过度专注更是颠覆了一般人的认知。有过动症的人，他们的精神集中力可以比没有过动症的人好，因为他们会出现这 hyper focus。当对一件事情很有兴趣的时候，或者在一个很有压力的情况底下，明天功课要交了今天晚上我精神集中没有问题。过动症占本地人口的5%到6%，并发率和国外相近。有些患者长大后才随着意识的提升或症状变得明显而向心理医生求助。它是一个发育发展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当你的大脑呢开始成长的时候，那个症状呢可能会减少。OK， 但是研究报告有显示了，就算你长大了以后，比较好一些，但是有大部分的人还是有一些这个大脑上的异常。李月湖和丈夫育有2名千金，长女郑天恩10岁时开始变得健忘，容易丢三落四。当时尽管夫妇俩曾怀疑女儿有过动症，却迟迟没让她接受评估。When we decided not to have her diagnosed at age 10, not wanting to get her labeled was one, because I think at that point in time we didn't know much about ADHD and it seemed such a negative kind of label. 直到女儿升上中3，学业成绩每况愈下，他们才让她接受诊断。My daughter was only diagnosed 5 years later when she was failing 5 out of 8 subjects in school, the year before her O-levels, and she was losing hope. In fact, she was even trying to skip school. Yet, because of the diagnosis, less than 3 years later, she managed to get into a very competitive program in university in the UK. 如今，天恩的过动症已在治疗下受到控制，还考入英国一所大学修读牙医专科。月湖则在女儿确诊1年后，证实自己有过动症。医生指出，每4名患者中就有1人遗传自父母。而虽然过动症男女患者的比例是2比1，但实际女性患者可能比已知的多。有很多是未被诊断的，因为他们的显现不一样。女生可能可以说是没有那么疲劳，他们的症状比较少是活跃型的、过动型的，很多时候他们都是精神集中力比较缺乏的。元吾和月湖都是被工作或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才发现自己有过动症。有很多很聪明的孩子，可能他们因为智商高的关系，对他们的成绩其实影响是不大的。
但是当你开始长大的时候，你生活上的这些需求比较多的时候，责任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就开始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研究显示，患者之所以出现分心、过动等症状，与大脑中的多巴胺不足有关，而服用药物可缓解症状。多巴胺它是大脑细胞沟通的一种物质，OK， 一种神经递质。如果不足够的话，就会影响你大脑的思维的功能。我有些病人他们会来跟我说吃药跟没吃药的分别，就是会觉得好像打通任督二脉这样没吃药的时候，可能你开会有2/3的那个内容你没有听进去，那吃药之后你就这些东西其实我都是明白能够应付的。另外，患者也可接受认知行为疗法，通过行为和心理治疗来克服障碍，并抑制焦虑或抑郁等情绪。例如，在工作室摆放多个闹钟，提醒患者注意时间，或列出任务清单，以更有效地监督自己的工作进度。而运动也有助促进多巴胺，提高专注力并克制冲动。